重点大学毕业生来到上海找工作，他信心满满的来到人才市场，递交了求职简历。经过面试官的层层追问，他紧张的忘记了自己是211大学毕业。有没有211工程？被拒绝了。妹的，我是211的嘛。我是211的。这天他已经面试7家公司，但都以没有工作经验为由被拒绝了。因为我企业是很实在的，拿来人才要用，这培养不是我们的责任。无奈他只得失落地回到求职驿站。小伙名叫肖国鹏，毕业于海南大学药学系，在老家找了半年工作，但却毫无着落。他只能来到上海。起初他以为凭他重点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完全能够在一家大型制药公司工作，但现实却不尽人意，屡屡碰壁的他只得把目光投向一些小型企业，先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小肖所居住的求职驿站是专门给一些经济条件较差的人搭建的房子，2层板房分布了大大小小几十个房间，而每个房间居住着7、8个人，他们大多都是刚毕业不久的外地大学生，没找到工作，又没有经济基础，只能抱团蜗居在这里。即便这里的房租很便宜，但他们只能吃泡面或者当地最便宜的盒饭，甚至有人一天只吃得起1顿饭。繁华大都市的隐秘角落充斥着太多辛酸，时代的进步也让很多社会底层的普通人负重前行。这天，投了多份简历的小肖终于收到一家公司的回复，通知他第2天到公司进行面试。这也是他今年听到的唯一一个好消息，他笑得格外开心。第2天一早，他特意穿上了衬衫，还系上了领带。一路上，他既开心又忐忑。很快来到公司，这是一家香港制药公司。这家公司只需要5名业务员，但前来应征的人数达到了100人。想要被公司录用，必须替公司销售药品，销售成绩达标才能被录用。为此，小肖必须在3个月内卖出3万的药品。初出茅庐的他根本没有销售途径，他只能走访各大医院和药店，但基本都被拒之门外。寻路无果的他只得想了个办法，在主治医师手里拿订单。为了能够跟医师沟通，他假装成病人到大厅挂号，然后排队来到诊室。在候诊期间，他打算找到跟医师打好关系的办法。经过半个小时的死缠烂打，他终于打听到医师非常疼爱自己的女儿，而女儿养蚕需要一些桑叶，但医师工作太忙，没办法满足女儿。出了医院，小肖来到公园，经过四处打听，他终于找到一棵桑树。在征得管理员的同意后，他开始爬树采集送给医师的桑叶，很快采了满满一袋子。当天他就提着桑叶去了医院，在医院门口等了1个多小时，但还是没能和医师谈到有关药品的话题。小肖决定细水长流，后面慢慢送多了，医师也会主动跟他去聊。很快离录取时间越来越近，而小肖只卖出1万9的药品，无奈他只得跟主考官打去了电话，跟主考官叙述了自己一路的艰辛，但主考官根本不在乎你过程多努力，他只在乎结果。为了能够在魔都活下来，小肖只能在路边摆摊卖点生活用品，但却一次次遭到城管的驱逐。而跟小肖有类似经历的还有室友肖冉，出生在南方农村的他也在卖力找工作，父母为了供他读大学，这些年一直在上海以南的温州工业区打工。小冉已经1年没有见过父母，这天他来到父母工作的地方，这是一处杂乱的城中村，父母每月2000多块的工资。自从小冉读大学，他们每月都会拿出1半给儿子当生活费。对父母而言，儿子是家里唯一的希望。小冉也用仅有的零用钱给父亲买了1包稍微好点的香烟。饭桌上一家人其乐融融。面对儿子的窘境，父亲鼓励小冉不要放弃，脚踏实地的去找工作。一家人是儿子坚强的后盾。回到求职驿站，小冉约着小肖到楼顶喝酒，2个人互相抱怨着生活的不公，看着繁华的魔都夜景，什么时候这里才有他们的一席之地？跟小冉和小肖不同，周伟伟还没大学毕业，大4实习期间，他来到上海找工作。他在学校学的工业设计，想找一份本专业的工作。当别人问他，你决定在上海扛多久？他表示等钱用完了还没找到工作就离开。还没经历社会毒打的他，眼里充满了光，说话也风轻云淡，但现实还是狠狠给他上了一课。第2天，小周来到上海最大的招聘会，这里聚集了超过300家公司，有5万多人来这里求职。在里面转了1个多小时，他终于找到一家招聘设计师的公司，递交了自己的简历。在他心中有很多问题想要询问，但面试不过5分钟就结束了。初次求职失利的他不知道的是，这次的拒绝仅仅只是开始。后续小周又找了许多工作，投了几百份简历，没有一家公司愿意要他。转眼1个月过去，这天终于有了眉目。一家广告公司通知他去面试，他拿出了在大学广受好评的设计，本以为这能引起主考官的青睐，但现实狠狠打了他一巴掌。面试官看完他的设计，觉得他的设计对比他们公司的要求实在太远，面试10分钟就草草结束了。
他的雄心壮志再次被残酷的现实打得稀巴烂。感觉他的这个人品啊这块可能也蛮重要，这几样东西具备了，至于他什么学历什么学校毕业这个都无所谓。但是像他这个方向的话，在上海找的话，要找得到很好的公司啊，我估计可能比较难。光这天他就面试了20多家公司，但依然没有面试上一家。短短1个月的时间，他脸上已经没了昔日的光彩。时间很快过去3个月，3个年轻人的工作始终没有着落。但更不幸的是，因为上海要举办世博会，政府要征用求职驿站的房间给工作人员居住，所有人被要求全部搬离。就是世博会，然后这边要评修整然后呢？完了，我以为我失业了，原来我现在做房东的。小阮离开了上海，而小肖只能去投靠他的朋友，继续寻找他的魔都梦。第2天，小周赌上了在上海找工作的最后一丝希望。他来到一家电脑制作公司面试，这是全上海最大的电脑制作商，里面有8000多个员工，也招纳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这对于没有工作经验、屡屡被拒的他来说，无疑是一次机会。但这家公司只面向社会招收10个人，而面试人数超过600人。2个小时后，小周面试结束，希望还是很渺茫。最终这次面试画上了小周上海求职的句号。回去收拾一番后，他回了老家湖南。很快，求职驿站所有年轻人搬离了这里，而空荡荡的房间里只剩下这群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心声。这是一个有梦想的城市，这里有一群为梦想努力奋斗的年轻人。而在小肖这边，投靠朋友的他工作始终没有着落。由于世博会的原因，附近的房租涨了 1.5 倍，房东找到他们，要求所有人1天之内必须搬离，为此还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哎，他们就是里面一家，别搞错，怎么了？这公共地方呀，难道这还干嘛瞎打架？我不是跟你打架，哎，我告诉你说，你这样我可以砸吗？你说你砸呀，你有本事现在砸呀，你可以吗？但对于他们来说别无选择，只得搬离这里。小肖后续的求职历程无从得知。6月份，毕业季来临，小周回到了学校，此时他已经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迷茫。最后跟同学短暂的相处一段时间后，大家所有人参加了毕业典礼。一群踌躇满志的大学生即将踏入社会，而进入社会这才是人生真正的开始。这是2010年台湾导演拍摄的一部纪录片，片中难免有夸大的成分，但片中许多情节依然是当代大学生步入社会后的缩影。随着新中国的发展，国家对于大学生的就业保障逐步提高，只要我们怀揣梦想，心怀感恩，脚踏实地，终有一天我们会到达成功的彼岸。我去年的今天本科毕业于985的重庆大学，1年过去了，我还是没有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其实说起来真的挺惭愧的，曾经顶着很多压力，家里面的、老师层面的、社会层面的，大家都说这几年经济形势下行，一定要读个研究生，提高一下学历，深造一下。但我还是毅然决然地放弃了随大流的考公考研，想着本科毕业就工作。而想着我看看能怎么事儿，我一个堂堂985的毕业生，还找不到一份体面像样的工作了吗？因为我家是河南郑州的嘛，河南人口第一大省，农业第一大省，那自然这个工业的发展就相对落后一点，人口过于密集，导致工作岗位过度饱和了。但我还是毕业之后就回到了家乡，毕竟家人都在嘛，总归安心一点，也不用担心衣食住行了嘛，就想着好好找个工作，慢慢干着，总能出人头地吧。到今天起，满打满算已经整整1年的时间了。看着曾经身边的同学们一个个读研，要么留学1年已经毕业了，要么找到了合适的这个央企和私企的工作，其实心里还真的挺难受的。进入社会这1年，让本就迷茫的我更加迷茫了。先说一下我为什么拒绝考公考研，因为我本科是播音系的。就我而言，这4年的专业课上学到的东西，除了一些人情世故，其他的效果甚微。在我看来，只有一些理工类医学、建筑、法律这些需要高精尖技术人才的，才有必要去读这个研究生。其他的专业，我认为读几年研跟啃老无异，就是属于在娱乐几年嘛。因为确实是学不到什么东西啊，就是加上本科这4年6、7年吧，专硕2年，学硕3年嘛。说在国内读研的情况啊，然后出来就26、7了，还是面临找工作迷茫的这个阶段。说到留学呢，英国1年打底是40、50万吧，美国1年打底是80、90万。且不说你毕业之后工作几年能赚回自己的学费，就单论出国镀1、2年金这个事儿而言，
我个人认为是没有必要的。当然了，如果你是富二代的话，忽略我上面说的就行了。富二代出国融入的圈子本质上是资源互换和价值互换嘛。如果你是从初高中或者本科开始出国留学的话，那可能是真的为了深造，因为中西方的文化在这近10年的时间里面也真的能够融会贯通了。如果就单纯的读个研出国1年2年的话呢，这个可能连 credit card 怎么刷还不知道就该回国了。但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是富二代就当我没说。回郑州1年了，这1年的时间我面试过很多岗位啊，有外贸、记者、翻译、直播、老师、留学。按总结起来一句话啊，工资低，能耗大，老板画饼我害怕。这1年的时间里面，我始终没有找到有双休日的工作工资对得起工作时间的工作，加班有加班费的工作，严格遵守劳动法的工作。而且就郑州的工作环境而言，那不是直播就是销售。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马云来郑州都得先干2个月电销嘛。倒不是说我眼高手低好高骛远啊，加班成为了常态，下班不敢到点走。招聘的时候工作内容上写着教学的，直接干成销售了，甚至和教学毫无关系。1个月累死累活的，发现钱包没鼓，精神反而更加贫瘠。招聘软件上面写的综合薪资都是8到15K， 结果一看底薪3500，还是浮动的。家里人也会一直安慰我说还年轻嘛，刚毕业才1年不到，有试错的机会和成本，各行各业都去尝试一下，试试错。所以上面的每行每业我都尝试过，但都不到2个月。总结起来2个原因：第一，工资太低，看不到任何晋升的前景和机会；第二，因为找不到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的工作，导致每天工作的时候精神严重内耗，总感觉灵魂剥离于躯体，甚至比闲下来什么事不干都难受。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甚至连员工的身体健康和喜怒哀乐都觉得与他无关，只想着老板能开怎么样的豪车。我本身就心直口快，喜欢什么就说什么，也可能是不成熟吧，所以我发现自己注定无法融入这个无数的利益链条和钢筋水泥筑起的这个社会。之前有很多人跟我说，当你坐上那个位置，你当老板的时候，你就不那样想。但为什么世界上不能多一点于东来和崔培军这样的企业家呢？公司和员工利益互换，双赢，说白了还是格局不够，贪得无厌，太贪了嘛，人之本性。但工作这1年我还是有点收获的，这也是对我这1年受伤心灵的一个慰藉吧，总算学到点东西嘛，毕竟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次就会嘛。第一点，不以他人之德为己之师，这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也是这1年我慢慢调整心态，重新准备出发的原因嘛。因为每个人的道路总归是不相同的，上路不一定非要开奥迪，如果你每天有值得为之幸福的事情，那开奥拓也真的无可厚非。所以我也开始发自肺腑的为朋友们取得了成绩和美好的生活感到开心，也开始内循外化自己的情感，开始发掘自身的价值，开始更有勇气的面对世界的不公，开始真正考虑如何过好当下，也开始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在家人身边，其实真的还是挺幸福的，说实话。第二点，逢人只说3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我之前是个急肠子，听风就是雨，之前很多未知全貌的事情我也会断然表态。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在我眼里都是非黑即白，只要不对它就是错的。对待不喜欢的人和事，那个厌恶的情感直接写在了脑门上，导致这1年在职场生活中如同小马楼一样，被人当过枪使，被人当过出头鸟打。我并不是对自己受到的不公和不满感到委屈，只是发现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它不只是非黑即白的，还有很多灰色地带，以及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只要牵扯到利益瓜葛和纠纷，连人情世故这4个字都会显得自愧不如。所以有时候明哲保身这个词儿不一定是一个不仁义的贬义词，只是在披着羊皮的狼里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和机制吧。3岁学说话，一生学闭嘴嘛。第3点，弱小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毕业后工作了才明白，其实很多人并没有我那么幸运，比如学历。所以之前的时候总是喜欢直接或间接的跟同事们炫耀我的学历啊、能力啊，但直到看见学历没有高的人在某个领域非常精通，工作效率非常之高，最后拿的工资也比我高很多的时候，有些人操着一口撇脚的普通话，
唱歌仿佛如听仙乐耳暂明的时候，我才终于明白，我一直视作掌上明珠的学历，一只高傲且丰满的翅膀也会有折翼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那句话，一个人如果一直在吹捧你的学历，那说明你这辈子不会再有比你学历更高的成就了。在这个时代，掌握一门技术需要精益求精，在某些具体的领域，可能本科真的没有专科强，要不是现在专科院校的一些环境可能不是那么好，我真的建议可以转换视角，考虑一下上专科，因为他们真的是在研究某个具体领域的技术，就是要靠这个吃饭了以后。我现在就是什么都会的，都有涉猎，但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说我就是这个行业顶尖的，这个行业没有不行的。上这1年班总归还是有点收获的。又7月份了，今年也有1000多万的本科毕业生涌入就业大军的行列，希望大家在上了几年班之后不会这样评价自己，钱虽然没挣着，倒也没白干，起码累着了。